2016年6月，两个23岁的好朋友一起买了2片止痛药，一个工作太累，一个心情低落。他们只是想吃一片，好好睡一觉。第二天，只有一个人醒了过来。This was a one pill. This wasn't an addiction. They didn't deserve this. They didn't know what they were really buying. 这片药看上去和药房里的止痛药一模一样，它为什么能在一夜之间杀死一个健康的年轻人？而在3500公里外的一个安静郊区，另一个年轻人在地下室里用一台书桌大小的机器造药，把药卖到了美国50个州，产量甚至超过了墨西哥的贩毒集团。一片药为什么能杀人？一个地下室为什么能打败贩毒集团？今天我们就从一个币圈毒师的故事里拆解这2个问题背后的经济学。请注意，毒品摧毁的是一个个真实的人和家庭，是法律绝不容许的红线。这期节目我们将从经济学的角度拆解这起案件。当看清那套残酷而高效的利益逻辑，就能进一步理解它为何如此危险。他叫亚伦·沙默，案发时26岁，住在犹他州的一个安静的中产郊区，是父母和3个姐姐宠爱的弟弟。他爱读《思考致富秘密》这类成功学书籍，坚信自己命里该有一个价值100万的生意点子。可现实是，他在大学沉迷 party， 挂科退学，最后在电子商务公司eBay找了份基层工作。也正是那段时间，一心想暴富的他开始接触比特币。后来他动了个念头，把他熟悉的2样东西凑到了一起。Party drugs, Bitcoin。 于是他开了一家网店，取名 Farmer Master， 卖仿造的处方止痛药，用比特币收款。讲到这儿，你脑子里大概已经冒出了一个名字，绝命毒师里的老白。因为沙漠用比特币收款，也有人叫他币圈毒师。但实际上沙漠不是化学天才，做药全靠看小视频。第一批货还因为看着不像真药被退了回来。在一番试错之下，他越做越像。那么问题来了，他做的假药技术这么糙，凭什么赚到几百万美元？答案就藏在他往药里掺的一样东西上，一种叫芬太尼的合成阿片。按重量算，芬太尼的药效大约是吗啡的几十倍到上百倍，要达到同样的效果，需要的重量只是传统毒品的1个零头。这是个化学事实，而本期要探索的是它背后的经济学事实。在任何一门违禁品生意里，真正花钱花风险的几乎都是重量。原料按重量算钱，运输按重量算钱，被查获的风险也随重量上升而上升。所以当药效浓缩上百倍，就意味着整条供应链上的每一项成本同时塌缩上百倍。极高的药效带来了极高的价值密度。今天全球资本真正追逐的几乎都是高价值密度的东西。一架飞机装满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价值远远超过几十串煤炭。同样1立方米的运力，装芯片还是装煤，回报天差地别。所以资本会本能地涌向那些更轻更小、单位价值更高的生意。重量越小，价值越高，成本和风险就越少。而芬太尼正是毒品世界里价值密度最高的一种。从冷冰冰的生意账上来看，它几乎是一门完美的暴利买卖。沙漠不是没有看见它的致命，他是先看见了它的暴利。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技术这么糙的地下作坊，利润高得惊人。但还有个问题，一个郊区青年在一家地下室的产量居然盖过了盘踞几十年的墨西哥贩毒集团。怎么做到的？沙漠把这门生意做得像一家硅谷初创公司，拉好朋友入伙，一起生产、分装、处理订单，还雇了快递小哥投递。他每天向全美50个州发货，跻身暗网最大市场阿尔法贝全部卖家的前1%。第1年净赚300万美元。传统毒品是重资产高壁垒的生意，要地盘，要运毒的人，要暴利，要把大宗货物偷运过境。这些固定成本高到只有大的暴利集团付得起。所以这个黑色市场长期被垄断。而沙漠的运营把壁垒一次性推倒了。第一，芬太尼价值密度高，一个普通的信封就能寄，不再需要运毒的人和地盘。第二，加密货币，不再经过银行，变成匿名收款。第三，暗网市场，阿尔法贝的运作几乎和eBay一样，给了他一个现成的全球触达的网店。这才是币圈毒师真正的含义。
它靠的不是化学，是币圈这套工具。当入场门槛从集团降低到一个郊区青年也负担得起，市场就从几个大集团裂变成无数个小玩家。沙漠不是什么有远见的开创者，他只是第一批发现这堵墙塌了，可以钻进去捞钱的人。更讽刺的是，沙漠这家夺命店口碑还极好，在阿尔法贝上，买家按质量、价格、发货是否隐蔽给卖家打分。Farmer Master 攒下整整360页好评，被捧为最好的卖家。沙漠把一门要人命的生意做成了买家眼里最值得信赖的品牌。一个有评价、有口碑的市场，听起来好像和正经电商没什么区别，但这些好评恰恰盖住了一个致命的盲区。这是一个经济学经典难题，我们用二手车举例。假设市场上好车值10万，坏车值5万，但买家分不出好坏，只敢出平均价7万5。好车的车主一看亏2万5，不卖了，于是市场上的好车越来越少。买家发现怎么全是坑，愿意出的价格更低，逼走更多好车，最后劣币驱逐良币，市场上只剩烂车。这个现象，经济学家阿克诺夫拿他获得的诺贝尔奖，还给他起了个名字——柠檬市场。在英语里 ，lemon 就是俚语里那种买到手才发现的次品。沙漠的店就是一个要命版的柠檬市场，它的药和处方止痛药长得一模一样，不吃下去没有办法评判好坏。那360页好评能评出口感、效果、发货快慢，但唯独评不出这片药里掺了多少致死量的芬太尼。那些应该给出差评的人，可能根本无法给出差评。最后，买家以为自己在挑最好的卖家，其实他挑的只是看不出问题的卖家。下一个下单的人不会知道，也许他就要成为这套好评系统里评不出来的代价。回到开头那2个年轻人，他们以为买到了止痛药，一人一片，各自回家。第二天，只有一个人醒了过来。同样的药，同样的剂量，为什么一个没事儿，一个再也没有醒来？答案还是那个价值密度。价值密度极高，意味着每片药里真正起作用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这一点点从沙漠的账本上来看是近乎为零的成本，是惊人的利润。而从服药者的身体来看，它是一个剂量，是一个和死亡之间看不见的距离。怎么把这一点点均匀分到成千上万片药里，而且分毫不差？正规药厂要用工业级工艺，花巨资才能保证。而一个成本低、出货快的地下作坊，既付不起，也不会去付这个成本，结果必然不均匀。所以真正杀人的不是平均含量，而是方差，是每片药之间那个看不见的差异。你也许会觉得方差致命太抽象，那就看一个发生在不同领域的例子。1999年9月30日，日本东海村一家核燃料加工厂，几名工人为了省事儿，把浓缩铀溶液倒进了同一个容器。如果只算处理的总量，事故可能不会发生。可铀在某一处的局部浓度超过了临界值，一瞬间，幽蓝的闪光亮起，失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开始。距离最近的技术员当场遭受致命剂量的辐射，在经历83天痛苦的治疗后死亡。另一名技术员则在7个月后离世。东海村那罐浓度失控的溶液和沙漠地下室里那些含量不均的药片是同一个道理，被平均值藏起来的那个极端才是真凶。而开头的那2个朋友吃的是同一批药，却落进了方差的两端，一个在低的那头侥幸醒来，一个在致命的那头再也没有醒来。这样的告别后来被查实至少发生在90个家庭，遍布全美50个州。而在这一切的另一端，那间地下室里是另一番景象。钱正源源不断地涌进来，房子、宝马、拉斯维加斯的赌桌都有了。沙漠在日记里写下：我是沙漠，我很了不起，我创造了一个帝国。而此时他的网店里已经开始出现有人出事了的留言，他知道，但他没有停。为什么没停？因为这门生意最大的成本，人命，根本不由他承担。这就是负外部性，商品的价格没有包含它真实的代价。正常的市场里是药监、产品责任法、品牌名誉逼着生产者把安全成本算进自己的账。
非法市场把这些全剥掉了，于是这笔成本全部甩给了消费者。道理很残酷，当你不需要承担一个成本时，你就不会把它算进价格里。在沙漠的账本上根本没有人命这一栏，这样的生意一定不会持久。一个偶然的包裹在海关被截获，顺藤摸瓜，警察在2016年感恩节前2天端掉了那个还在运转的地下室。2020年，沙漠被判终身监禁，罪有余辜。值得警惕的不只是沙漠一个人，把利润揣进兜里，把代价甩给看不见的陌生人，这套逻辑从来不只属于毒品。一家工厂把废水排进下游的河，一家平台把上瘾设计给孩子刷的短视频，诸如此类。有人赚走利润，把代价留给社会，留给未来，留给那些发不出声的人。我们再回过头看沙漠这门生意，用价值密度让成本塌缩，用一套新工具打破进入壁垒，藏身于看不清好坏的柠檬市场，用忽略方差换最大的利润，再把人命当成一笔不必支付的负外部性。沙漠用那一点点垒起了他的富，也正是同样的一点点量出了富与罪之间只有1毫克的距离。我是明琴，下一案再见。